踩错一步，万劫不复，就连超级英雄都难逃一斩，而这就是斩杀线。在动漫里其实也藏着霓虹社会的惨淡现实。首先就是午饭，去年上海学校的午餐在网上沸沸扬扬，各种赛博升堂。此时我们看到动漫里的午餐，小卖部的蜜瓜包和炒面面包，炒面面包还去小卖部抢，去晚了就吃不上了，再配上个纸盒小饮料，一餐饭就算解决了。那种塞得满满当当的午饭更是被称为爱心便当级别的。而现实呢，现实只会更惨，这才是日本学校的午饭。我们家的饭勺随便来一勺都比这个碗大，最关键是观众不会觉得奇怪，这说明这种质量的午饭，这种午餐的解决方式在日本恐怕是很常见的现象。而除了吃更加细思极恐的，那肯定就是随处可见的欺凌情节了。只要你点开的是校园动画，那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总有一点这种东西。哆啦 A 梦更是借着胖虎这个角色，把这种情节做成了常驻笑料。而大家看这些情节的态度呢，麻木，是的，麻木。这种情节出现的频率之高，以至于如果你经常看动漫，就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那霓虹的观众就更加了，这个时候不禁让人想问，家长呢，老师呢，揪一揪啊，为什么对生之行的骂声在国内不绝于耳？那就是大家对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抱着强烈的抵触的，所以在骂生之行的人的心里，这动画怎么分析都是没有用的。但霓虹人是可以把这个题材画成漫画，做成动画的。而当我们去分析生之行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个动画的内核如果没有欺负人的情节，也不是不能成立。大家看动漫肯定会很羡慕日本的高中生活，觉得这种社团活动非常精彩，放学时间很早很自由。但你有没有发现，在我的青春恋爱物语里，大老师是需要去补习班的。这类事情的例子太多了。青春猪头少年里，紫川孝太上了大学就开始在补习班里教书，学生全是放了学的高中生。蓝色时期里，主角需要报课外的美术教室，说白了，想升学的人该苦还是苦，反而在日本还要多花钱。那享受生活的人呢？我不好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动画的主角都是没有大学篇章的，高中毕业就是他们的斩杀线，不能升学的话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学校里高中毕业的学长学姐再次见面会变得特别成熟。你高三毕业后大学再和高中同学聚一聚手，会有这种感觉吗？很少的啦。小波奇对自己未来的幻想中有一个就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干销售，然后业绩不好被开除。这种玩笑或许另说，但你有没有发现动画里都极尽可能的避免去谈高中毕业后的事情，全都是当下的美好。或许有朋友要说，那人家至少还有一段这样的时光呢。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太要强了。初中毕业直接进职高摆烂，你也可以活得像他们一样精彩。至于上大学，那就更要命了。上大学是很贵很贵的事情。同样是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川崎沙希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从高二开始就谎报年龄，深夜打工赚取大学学费。蓝色时期的主角八虎家中不足以支持他上私立的艺术大学，只能报考东京艺术大学。但是你看八虎家里真的很穷吗？工作的父亲，负责家务的妈妈，有一个自家房子，这个条件不说多好，放在咱们这儿真说不上差吧。唯一一个日子过得好点的，好像只有租借女友的男主。你别看租借女友的男主像路边一条，但他是真有钱。你能在别人身上陆陆续续花掉380万日元吗？至少读大学的时候不可能吧。但哪怕是这种阔绰的身家，还是租了个这种一眼廉价的公寓，房子租金可见一斑。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你还知道什么反映现实的情节吗？或者有什么情节是我们这里不常见但动漫里特别多的呢？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